每一个人在人世间的苦难都有一个受苦剧本，受苦的人类和照顾者一同参与出演。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继续我们的芬兰参访在家老化系列第6集，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芬兰很有名的一个护理学院创办人，叫做 K.T. Eriksson， 他的关怀理论。患者的英文字叫做 patient。patient 这个字其实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受苦的人类。也许呢，心里面一直在善跟恶之间挣扎，在利己跟利他之间挣扎，这样的挣扎也都使你受苦，你也一样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病人。永远是受苦的人类来邀请照顾者参与他的受苦剧本，也就是说呢，受苦剧本都是这个人他自己拟定的。那么他要邀请谁来参加他的受苦剧本，他自己可以决定。那虽然你说你刚好就是一个长照的服务员，或是你刚好是一个看护，或是护理人员，或者你根本就是一个家属，你毫无选择的就参与了这个受苦的剧本，那也是呢，你们在来地球之前就已经有了灵魂契约，事先约定好的。那么既然你参与了他的受苦剧本，你应该要如何的扮演好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呢？ K.T. Eriksson 他就认为呢，所谓的护理技巧，或者是看护技巧，或者是照顾技巧，擦澡、翻身、换药、洗尿布，这些呢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照护真正的核心是关怀，也就是爱跟慈悲。照顾者要去帮这个受苦的人类提高他的尊严，照顾者是尊严的守护者。比如说一个人他有胃病，好像就是一个胃这个小小的部位在不舒服，但是呢，他有可能因为这个胃病，他也许就需要去改变他职业的选择，他不能够太操劳，他不能够误餐，他不能够太紧张，这就使他的人生整个都发生了改变。也许呢，一个人因为胃病的关系呢，可能他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就是让他的家庭生活产生一些摩擦。因此呢，一个人的受苦都不是只是身体层面的问题，他是用整个人生呢来承担这个受苦。那么既然照顾者被邀请进来参与这个剧本，那么照顾者就要在这个人的人生里面共同的出演，参与整个剧本的完成。荷兰语、德语、瑞典语、挪威语全部都有一个单词叫做 OMSORG， 这个字呢就是照顾。那么 OM 就是拥抱， SORG 就是痛苦，所以照顾这个字的根本意思就是拥抱痛苦。当你已经被邀请成为一个照顾者，你就要有这个勇气拥抱跟承担痛苦。因为虽然真正受苦的人不是你的本身，但是呢，你已经参与了这个剧本，你就看着他受苦，陪着他受苦，跟他一同的体会痛苦。有些人也许呢，在来地球之前已经签了灵魂契约，要参与共同演出，可是来了之后忘记了，所以呢，他就很想要逃避他遇到这样的功课。他不了解为什么他的孩子是一个自闭症，他也不了解为什么他的父母年老的时候要失智，他觉得他不想参与这些受苦的剧本，于是就让自己躲起来。可是如果躲起来真的会让你开心吗？是不是你缺少的就是一个爱跟慈悲的勇气呢？只有在我们真的有勇气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好好的陪同一起演出这个剧本。那么 K.T. Eriksson 提到，一个照顾者必须要非常的勇气去问出来受苦的人类他的心跟他的灵所隐藏的念头，也就是不只有照顾外面的身体，换药、打针、喂饭、挤屁股，你必须要去知道这个受苦的人类他的心跟灵到底有什么需求，你要有勇气去问出来。一个末期的患者，他其实应该有人陪他好好的谈一谈他对于死亡的想法，他是不是很害怕，他知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知不知道他这一辈子的意义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但如果这个受苦的人类他本身非常的忌讳，他都不敢谈，那么他的家属也许也就不敢去触碰他的禁忌。可是他是不是因为不谈他就不焦虑呢？他还是可能一样里面非常的害怕，只是不敢去面对。这个时候呢，照顾者就需要非常有勇气，非常有技巧，非常友善的去问出他内在真正的需求，让他能够去厘清他自己内在的疑惑。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让他能够好好的谈一谈死亡，也许这个末期的患者会更加的安适接受他现在的状况。因为一个人的受苦常常不是只有身体的受苦而已，
还有很多内在的挣扎、过往的创伤的印象的累积，还有可能包括他从媒体听到的，得到这个病呢会遭遇到哪些的状况，他可能都还没有遭遇到，但是他就先捡起来害怕了。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挖掘出他内心的恐惧，然后让他有机会去释放、抒发出来。当然，这个受苦的人类可以决定他想要说什么，不想要说什么，他都有自主权。可是我们应该要能够去摸到这个人内在的隐藏的那些个念头。照顾者呢，不但要成为尊严的守护者，也要记得时时的举高这个受苦人类的尊严。比如说，一个人中风了，他呢，除了他的手脚不健全之外，他其实也对于他自己的整个外形呢，有感到相当的折辱，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正常人了。那或者是呢，他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他原来人生的轨道，他又自己认为很会拖累别人，可能会遭别人的嫌弃。因此，这个照顾者呢，必须要时时的举高他的尊严，告诉他说，虽然你现在外在不一样了，但是你的核心没有变，你仍然跟年轻的时候一样的美好跟有价值。即便你现在穿着病人服，你也还是你一个有尊严的人，你并不是因为穿病人服你就成为医院的被管理者。然后呢，也许你现在身体呢细瘦干瘪，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丰腴美丽，但是呢，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看你一生已经生养了那么多个孩子，你有这么多的贡献，这些孩子们因为你而存在，所以呢，就算你现在的身体是细瘦干瘪的，可是也无损于你在这个人世间的价值。这样不断的去鼓励，会让这个受苦的人类呢更有尊严的活下去。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受苦的剧本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受苦的剧本呢，其实是我们来地球之前就已经演拟好的。那么很多人说，那就是因为你欠了人家嘛，你就是业障很多，所以冤亲债主来讨哦。其实是没有这么阴暗可怕。我们在来到地球之前，都是在指导灵的爱与光芒里面呢，拟定了我们自己的受苦剧本，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体验。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曾经呢，在跟某些人相处的时候做得不够好，所以下一次的轮回，你希望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出一些回馈，也同时也帮助自己能够 pass 这个功课。那你所邀请这些人来共同参与演出，也是呢，过往大部分都是跟你有关的人，他们也都同意跟你签有灵魂契约，愿意一起共同出演，大家一起来学习，大家彼此互相帮助，来经过成为更好的灵魂。所以呢，受苦的剧本的意义啊，其实是给你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新的出口，也就是啊，好像说这个功课以前没有学好，这一次要把它学会。当我们身为照顾者去把圣洁跟尊严显现给这个患者看的时候，这个患者在觉得自己被嫌弃，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觉得自己拖累别人，觉得自己呢失能，功能下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他能够重新的得回身为一个人的尊严以及圣洁，那么他就会找到在受苦事件的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帮助他自己有一个更新跟一个灵魂的一个提升。因此，身为照顾者，身为共同出演者，照顾者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因为台湾即将要步入超高龄社会的关系，我相信呢，很多人面临了他家里有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老人的照顾者呢？就需要呢不断的普及这样的教育，普及这样的知识给各位。K.T. Erickson 不但创立了关怀理论，他也创立了所谓照顾科学。那么照顾科学绝对不是只有护理科学而已哦。他说我们人类呢就像是一个俄罗斯娃娃，是有3层，剥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再剥开一层，最后面还有一层。那么最外面这一层就是身体，再来的话呢就是心，最那一层叫做灵。我们不但是去跟外面这个身体呢做沟通，我们还必须跟这个人最内在的心跟灵去做沟通，这样才是一个全人的照顾。如果呢一个人呢只是身体的健康，心跟灵不平衡不喜乐，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健康，就是这个俄罗斯娃娃3层你不可能只是把外面这一层搞好，然后让里面2层干来发烂，这就不是一个漂亮跟健康的俄罗斯娃娃。人类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必须是一个照顾者，也许真的不要逃避，这是你自己在来到地球之前就已经与人签好的灵魂契约，也是你自己愿意参与演出，因为呢同时也会对你自己有学习跟提升的价值。谢谢各位。